现在的科幻美剧能有多水？女主不去刷新装备、打怪升级，只专注于吵架拌嘴，跟哥哥吵，跟同伴吵，跟反派大 boss 吵。黑道大佬来杀他，被一沓钞票轻松收买；隐藏的江湖杀手来杀他，被主角团轻松隔墙毙掉。就连反派大 boss 喊打喊杀了一整季，最后连女主的汗毛都没碰到。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今天咱们来说这部前面看的有多爽，后面被坑的就有多厉害的科幻美剧《边缘世界》的大结局。老规矩，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剧情。2032年的大壮意外获得了仿真游戏的内测资格，可是他的游戏水平差了一批。为了赚钱，请来了打游戏贼溜的妹妹小白帮自己上号。没想到小白戴上脑机头罩以后，居然穿越到了2100年的未来世界。更没想到的是，他一上线就被一个叫做艾丽塔的女人利用，被迫接受了研究所上帝喷泉的认证。咱们上一期解说里有说过，这个上帝喷泉大有来头，它不仅掌握了各条平行时间线的信息，还收录了研究所的全部内容，所以研究所的领导光头女追杀2042年的小白及其全家。另一边，未来事业的盗窃组织头目胡子哥看到了时间中的商机，主动与小白展开合作，希望他帮忙找到失踪的关键人物艾丽塔，而自己则答应治好白妈的病，并帮小白躲避光头女的追杀。就在盗窃组织和研究所交手了几轮以后，未来世界的第三方势力伦敦警方终于现身。警方代表督察似乎对小白有了极大的兴趣，咱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讲起。督察把小白、大壮、阿坚和小黑带到了训练场，想看看刚刚开始使用化身的大壮和阿坚有多少斤两。只见他小手一挥，8层高楼拔地而起，这速度中国基建看了都得给他点赞。在这栋楼里，每一层都有不同数量的换身，第一层6个，第二层12个，第三层18个，以此类推，每层都增加6个换身。而大壮和阿坚要做的就是在打败每一层的换身后爬到楼顶。通俗点讲就是闯关爬塔，小时候看太极宗师，吴京也爬过。督察的手下莉莉带人来到训练塔，当大壮他们动手的时候，莉莉在一旁默默测算出他们行动的数据。这种能力不像是正常人类能拥有的，那么它究竟是化身，还是像 AI 马仔一样的机器人？咱们暂且按下不表。与此同时，督察正在给小白开小灶，他的小白所处的实验线发生了改动，在原有的实验线里，特种兵并没有被安装神经植入物。偏偏之前好奇的问题，在这里也有了答案。原来大壮他们参与的是德克萨斯州闹独立的内战，在督察所在的世界的那场战争中，阿健没有受伤，可是大壮却没能活着回来。之后，小白嫁给了暗恋对象汤米，还生了2个孩子。当然了，这都是平行世界发生的事。现在他们的世界被研究所人为干预，不仅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世界末日的进程也被加快了。督察透露出2个重要信息：其一，他似乎有权切断2个世界的连接；其二，令人闻风丧胆的督察最害怕的居然是小白所处的过去，这一点倒是蛮让人意外。难道说过去对督察来说有什么伤心事吗？另一边，大壮和阿坚顺利打到最顶层，没想到面对的最后一个敌人竟然是莉莉。更没想到的是，莉莉武力值爆棚，2个特种兵一起上都没干过他。没过几招，大壮就被歪头了，草草下线，只剩阿坚和莉莉面面相觑。阿坚一向慕强，这妹子实在太对他口味，还没等他当舔狗舔上几句，就要被莉莉丢下了楼顶。小白也被督察强制下线，3个人前后脚从2100年的世界退出来。殊不知，此刻危险正在向2032年的白妈靠近。就在小白和大壮离开的那段时间，白妈突然再次失明。按理说，胡子哥给的药应该能保证合作的过程中，白妈都是康复的状态，为啥还会失明呢？白妈按捺住心中的疑问，正巧大壮的特种兵兄弟小贝在他们家值守，白妈就让小贝带自己去医院瞧瞧。而医院里的医生自然又是汤米的未婚妻。众所周知，小镇上有且只有这一位大夫。上一集咱们说过，西叔耍了个小计谋，从东叔那里逃了出来。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坚持要刺杀小白和大壮。来到小白家，又一路跟着小贝和白妈来到了医院。西叔狠狠割伤了自己的胳膊，颤颤巍巍的去了医院，结果发现割早了。这里不仅没有保安，连护士都去午休了。小贝看到有人闯进来，立刻就要拔枪。小贝虽然是特种兵出身，奈何西叔的刀实在太快，最终只能含恨而去。西叔捡起小贝落在地上的枪，威胁女医生和白妈坐好，然后用小贝的脸解锁了小贝的手机，给大壮发了条信息，让他们赶紧来医院。这死人的脸居然也能解锁手机，也太离谱了。哪怕是现在的2022年，都知道要扎眼认证吧？这科技咋还倒退了？小白3人组刚从2100年下线，就收到了小贝的信息，立刻赶往医院。可是，在路上越琢磨越不对劲，发短信的人写的是：“你妈妈让你尽快过来。”而小贝很少这么称呼白妈，
大壮赶紧让小胖用神经系统联系小贝，可小胖感受不到小贝的生命体征，小贝多半是挂了。虽然此事有诈，但白马还在对方手上，这个约不得不负。大壮他们刚开车到医院，阿坚就开着轮椅也赶到了现场。大壮拿好了枪，给了小贝一个可以实时联络的耳麦后，就准备开干。透过科技，他们看到墙内有3个人的热成像，现在不敢贸然开枪，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杀手。这可咋办？大壮想了一个办法，让小胖连上小贝的神经，上演一出诈尸。这样一来，杀手就会走回去查看，只要他动起来，就知道哪个人影是他了。虽然互联共感会让小胖切身感受到死亡的痛苦，但他依然义无反顾。没想到好不容易上线了个称职的杀手，居然挂得这么猝不及防。要我说，西路从第一步就算错了，为啥非要在医院里猫着，直接冲进打印店干掉正在穿越的3人组，不是更快更彻底吗？光头女和马仔如此神通广大，我都不信他们查不到打印店在哪儿。花开2朵，各表一枝，汤米还是放心不下，想办法找到了从西叔那里缴获的手枪和动感声波。这玩意儿被当成了一个不明用途的小装置，汤米决定自己上手摸索一下。好家伙，捡到橙色武器了！就在这时，警长的电话打了进来，要求汤米立刻马上去趟东叔家。之后，汤米来到东叔家，看到了地上的一串血脚印，和咱们上一季的猜测对上了。这是西叔在杀死东嫂后留下的痕迹。东嫂被残忍地割了喉，见心爱之人死得这么惨，东叔绝不会善罢甘休。警长作为他的心腹，自然急东叔之所急，他让汤米赶紧把小白和大壮抓回来。汤米一听就懵了，白家兄妹又没犯事，抓他们干啥？警长说：“你别急，听我给你编。大壮和战友们涉嫌毒品交易，因为惹到了不该惹的人，所以对方派西叔过来杀他们。没想到发生车祸，之后西叔逃走，想在东叔家里偷辆车跑路，被东嫂发现，就杀了东嫂。警长也摊牌了，直接挑明话语权在谁的手里，谁就可以随意捏造事实。反正就算把警长和东叔抓进局子，冲着东叔给小镇创造的就业与税收，他们也会平安无事。相反，举报者汤米会惹来一身麻烦。警长劝汤米擦亮眼睛，站好队，保住自己才是第一位。可是汤米有着警察理想，没想到有天居然为了自保要颠倒黑白，逮捕发小。他真的要这么窝囊吗？只见汤米返回东叔家，向老领导提议，咱们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编？西叔来这里杀了东嫂以后，还没来得及逃跑，警长就赶到了现场，于是西叔开枪打死了他。东叔没想到兔子急了也咬人，赶忙安抚汤米的情绪。西叔这种临时插进来的杀手挂了也就挂了，从第1集就开始铺垫的黑道大佬东叔居然也归了西。那2032年的故事线还看啥呀？总不能看小贾给他舅舅报仇吧？不管了，继续来看2100年的世界。督察走后，胡子哥这边陷入了麻烦。张姐和秋哥有了2心，他俩知道警方介入以后，这事儿就闹大了。为了自保，张哥建议他们赶紧跑。可是秋姐不想放弃，她看似忠心耿耿的帮胡子哥做事，实际上有自己的盘算。秋姐想要的是可以访问时间桩以及上帝喷泉里的数据。虽然事情败露后可能会惹来胡子哥和警方的追杀，可秋姐还是想放手一搏，宁可璀璨的死，不愿卑微的活。说话间，胡子哥正在往这边走来，秋姐瞬间更兴奋了，在胡子哥眼皮子底下用加密的语言聊着2人的计划。咱们之前说过，秋姐和张哥喜欢把对话加密，让旁人听不懂。可没想到胡子哥早就破译了他们的密码，2人的计划被胡子哥听了个大概。忽然遭到背叛，胡子哥恨不得手撕了他们俩。奈何秋姐的技术实在过硬，要想获取数据还得指望着他。于是胡子哥便拿张哥开刀，威胁秋姐说出全部的秘密。秋姐只得全盘托出。原来最开始艾丽塔看上的人是大壮，所以他打造的化身是大壮的样子。艾丽塔想把上帝喷泉的数据存储到大壮的神经植入物里，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导到实验桩里。这样一来，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些数据。但艾丽塔没想到的是，上线的是大壮的妹妹小白，她体内可没有神经植入物，所以脑机头罩就把数据转移成了细菌的 DNA， 存储到了小白的大脑里。或许小白的那些后遗症就和此有关，而秋姐的目标就是这些数据，想要把它搞到自己手里卖个好价钱。可胡子哥干的就是倒买倒卖，压根不信秋姐背叛他是为了钱。没想到秋姐也是新正统派的人，怪不得他这么快就悟出了艾丽塔的计划，和这2个人接触的是同一波组织。现在胡子哥知道了这件事，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要拿到小白脑中的数据，然后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边，督察正在观察着大壮他们的战斗录像，丽丽在一旁解释着他们的战斗水平。他说大壮对形势的预判更准确，也更可靠。可是如果遇到危险，他会选择求助阿坚。督察从这句话中发现了滑点，为啥夸了大壮一通，最后却选择了阿坚？丽丽说：“我也不想这样，可是他叫我辣妹啊。”此处似乎是在暗示，人工智能也会有情感认知。就在这时，研究所的光头女找上门来。督察特意在找胡子哥的时候留下了痕迹，
为了就是让研究所监测到自己的踪迹。光头女一来就揭露了丽丽的身份，原来丽丽也是和 AI 马仔一样的机器人，不仅在外观上更高级，她的权限也开得更大。根据恐怖谷法规，这些机器人不能自主活动，可丽丽却是个例外。凭什么她这么特别呢？因为丽丽是督察照着自己死去的女儿造出来的，这本身并不合规矩。这件事督察也从未让丽丽知道。光头女先给督察来了个下马威，暗示自己手里有她的把柄，然后又说研究所发生了数据泄露，她觉得对方是冲着研究所的神经植入技术来的。咱们上一期说过，神经植入物可以控制某个区域的脑电活动，从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变成提线木偶，那研究所还有好果子吃。更可怕的是，万一这项技术被坏人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届时新正统派要想颠覆这个世界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光头女才要铲除小白。另外，对于胡子哥利用实验装的事，光头女也很不爽。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实验装，凭什么要给胡子哥做嫁衣，任由他去干一些非法勾当？他觉得督察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就像警方摧毁胡子哥的好基友那样，不止把好基友从每一条实验线上抹除，还顺着他的 DNA 让他们整个家族从地球上彻彻底底的消失。光头女觉得小白、胡子哥以及这件事涉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受一下这样的待遇，可是督察却不敢苟同。胡子哥的好基友被灭族，那是因为他煽动叛乱，而小白和胡子哥显然没有到那个地步。转头督察找来了小白三人组，想与他们偷偷结盟，共同对抗研究所。为什么选择和小白合作呢？是因为他发现光头女杀了小白7级都没能干掉他，小白一定是个可以对他们世界施加影响的特殊人物，相信他有能力助自己一臂之力。当然，督察也不会让小白白出力，他也会给小白丰厚的回报。督察不仅可以阻止2042年的世界末日，还可以满足小白的其他要求。既然可以开口提条件了，一向以家人为重的小白想让督察治好白妈的病。谁成想，在了解白妈的情况后，督察无奈的摇了摇头。胡子哥那边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奈何白妈命数已到，实在是无力回天。掐指一算，白妈总共还有23天的活头。一听这话，小白瞬间崩溃，立刻下线去找母亲。白妈知道这个消息后却很释然，她觉得如果自己不在了，小白或许不用再被家人拖累，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汤米干掉了东叔和警长后，回到了车上，用对讲机联系了同事，把一切都推到了西叔头上。汤米有些失落，没想到他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更让汤米没想到的是，东叔居然没有死，还有一口气，这就是杀人不补刀的后果。万一东叔醒来后说出真相，那可怎么办？正当汤米在心里打鼓的时候，听说西叔现在就在未婚妻的医院，吓得他赶忙过去查看女友的安危。好在未婚妻没事大碍。另一边，东叔的命虽然暂时保住了，但动感声波的劲儿太大，如今仍然昏迷不醒。东叔人还没断气，底下的混混们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想分割东叔的权利。此时一身正气的小贾坐在他们里面，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作为东叔的亲外甥，小贾不仅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还被当成了手下使唤，不仅要去添酒，还要当司机送3个酒鬼回家。更过分的是，他们还在车上狂吐。这些羞辱，小贾都一一忍了下来。可老实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看他们3个人睡得跟死猪似的，从小受东叔言传身教的小贾心生一计，打算把他们送到永久的家。只见小贾把车停在了铁轨上，然后下车来到旁边，给老婆小安拨通了电话。以前玩游戏时，小安总嫌自己过分软弱，今天小贾可算是硬气了一回，他想要老婆对自己刮目相看。没想到小安却说小贾误会自己了，他从没想要小贾硬气，只希望他能一直这么善良。小贾一听坏了，赶忙冲过去想要叫醒3个混混，却发现车钥匙落在了车里。他抄起手头砸窗，也无济于事。凯迪拉克没给这部剧赞助，我是不信的。与此同时，在2100年的世界，胡子哥这边的秋姐在私信被发现后，居然转而投靠了光头女。他告诉光头女，研究所的数据就存储在小白的大脑里，还提醒他要想下手的话，动作要快，因为胡子哥也知道了此事。如果胡子哥抢先一步拿到数据，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盗窃组织的天下，这是光头女和秋姐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事已至此，光头女只能拿出杀手锏，她要让2032年世界末日立刻到来。这样一来，小白家所在的整个州都会被核弹炸没，小白必死无疑。镜头一转，来到了小白和小黑这边。小黑觉得整整7集都没有找到失踪的艾丽塔，一定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线索，于是把自己和艾丽塔的故事说了出来，想让小白帮忙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小黑说，艾丽塔告诉过自己，她曾经有个温暖的家，
刚遇到艾丽塔的时候，自己还经常挂在嘴边念叨，可小黑现在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他最早的记忆是从难民营开始的，他们在那里艰难的生存，排队领食物。有一天，一些全副武装的人想要摧毁这里，他们不仅带走了所有男人，还对难民营发起了武装攻击，最后还不放过侥幸活下来的人，试图通过放火把他们逼出来，一网打尽。好在小黑在艾丽塔的帮助下活了下来。之后两个人露宿街头，每天靠捡食物为生。这段经历咱们之前说过，因为小黑的赌气，害他和艾丽塔被抓进了孤儿院，之后被西氏夫妇领养。可是艾丽塔渴望自由，并没有因此安分守己，她没在西家待几年，就带着小黑逃走了。从此艾丽塔在一片树林中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日子本来过得自由自在。不料小黑生了一场重病，艾丽塔为了救他，不得不放弃了乌托邦的一切，又带他回到了西家。小黑和艾丽塔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有些话小黑不方便明说，因为隔墙有耳，只要督察想，他就能听到他们所有的话。于是小白提议和小黑连接，这样就能建立共感，感受到小黑的真实想法。连接成功以后，小白依次询问了小黑对督察胡子哥、艾丽塔的看法。小黑的想法或许可以帮助自己对局势做出更客观的判断。既然连上了，小白肯定还是有些私心。咱们知道小白对小黑动了心，所以他想知道小黑对自己有没有感觉。果不其然，小黑也对小白动了情，他们的感情就这样在第一季的结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逗号。小白也知道咱们追剧不是看他俩谈恋爱的，终于想起来正事，那个乌托邦是艾丽塔最快乐的地方，会不会就是他如今的藏身之处？两个人立刻赶到乌托邦，艾丽塔也很无语，没想到自己养大的弟弟竟是个老六，找了这么久才找到自己。小黑问艾丽塔的真身在哪里，艾丽塔说告诉你的话也可以，但是小白不能听，因为艾丽塔知道造就小白化身的秋姐此刻正监视着小白的一举一动。没办法，小白只得先行下线。之后艾丽塔把小黑带到难民营的旧址，本以为小黑会回忆起什么，小黑觉得自己记不清了，可小黑当时都7岁了，按理说不应该不记事啊。就在这时，艾丽塔的真身悄然出现，她告诉小黑，你之所以忘了，正是因为脑袋里的植入芯片。咱们之前说过，世界末日以后，空气遭到污染，人们需要依赖植入芯片来提升免疫力，但其实植入芯片的真正作用是抑制人们的记忆。艾丽塔在拔掉植入芯片后，把一切都记起来了。她想起小黑的妈妈和兄弟姐妹都死在了难民营，那些全副武装的人并不是警方，而是胡子哥所在的盗窃组织。好家伙，原来小黑这么多年竟然都是在给杀母仇人打工。艾丽塔没理会小黑的震惊，继续往下说。当时盗窃组织掌控着伦敦，难民营突然有了传染病，为了控制疫情，他们下令把难民通通杀死，随着小黑和艾丽塔的脚下就埋着他们亲人的尸骨。盗窃组织不只对难民营动手，还把这种做法推行到全英国，不到半个月就杀死了500万人。造下这么多杀戮，说不害怕是假的，他们或许是怕漏网之鱼找他们报复，亦或是怕激起民愤。总之，他们选择用植入芯片来抑制人们的记忆。这段时间，艾丽塔召集了和他们有同样遭遇的人，打算推翻盗窃组织和研究所。小黑心想，艾丽塔怕不是疯了，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是胡子哥和光头女的对手？可艾丽塔却有自己的打算，只要有了小白脑中的数据，他们就可以利用神经植入物的技术，控制成千上万的百姓，到时候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好家伙，原来艾丽塔做了这么多，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是和研究所一样，想要通过操纵百姓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小白下线回到了2032年，见到了汤米。看得出来，汤米是真心想要帮助白家兄妹。他在收到上级的消息后，立刻过来告诉小白。汤米说，又一民兵要造反，他们想要炸毁附近的飞弹发射井。他们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对小白有所帮助，可小白却依旧对汤米守口如瓶。表面上小白波澜不惊，其实内心慌得一批。他知道这次爆炸将引发世界末日，没想到居然提前了这么久。小白立刻上线，打算去问个清楚。一上线就碰到了秋姐，秋姐也一点都不见外，在没有威逼也没有利诱的情况下，把小白脑中数据的秘密以及叛变到光头女的事一口气全说了出来。他告诉小白，那么多人盯上了你，你只有死路一条。小白一听就急了，凭什么自己要任别人宰割？面对光头女的赶尽杀绝，他必须绝地反击。小白心生一计，找到盟友督察，问督察是否可以像之前说的那样，切断自己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链接。这样一来，光头女就不能在小白的世界为所欲为。督察却说，上次是自己吹牛吹过了，他其实没有这样的能力。小白料到督察会这么说，转而提出了一个新思路，而这才是他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小白想让督察开辟出一条新的实验线，既然自己的世界即将走入死局，那么只要重启这个游戏，小白就有信心能赢。咱们之前说过，
在未来世界，警方、研究所、盗窃组织三方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我们之前只知道实验装是研究所的产物，没想到督察居然可以越过研究所操纵实验装。不过督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做是在打破平衡，对外宣战。但是督察可以给小白指条明路，研究所的实验装通道藏在一些秘密基地里，他可以把基地的位置告诉小白。督察提醒小白，那里的守卫并不是研究所的人，而是研究所从过去的世界里雇佣的保安。他们和小白一样，都是过去世界的人操纵的化身。之前强调过了，世界末日后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所以他们才让过去的人给自己打工。小白只要解决了那些化身，计划就能完成一半。那说了这么多，小白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光头女的目的是要毁掉小白脑中的数据，这才不惜让整个州给他陪葬，那么只要小白的脑子提前毁了，光头女就不会再多此一举。所以小白打算以身殉道，从根源上阻止2042年的核弹爆炸。与此同时，他在开辟出一条新的平行时间线，让督察帮助自己在那条时间线上复活。总体来说，这招虽然险，但胜算还是很大的。听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些迷糊，咱们在讲完剧情以后，再给大家详细的盘一盘。先接着往下看。首先，小白来到秘密基地，正愁打不开门时，身后悄悄走过来一个和善的清洁工。进到基地里，小白看到一块特殊的表，想来这应该就是实验装的坐标，也就是帮助光头女在时空中找到实验线入口的小玩意儿。小白把表揣在兜里，他知道要想开辟实验线，还得经历一场恶战。另一边，从小白闯入这个基地开始，光头女就看到了这一切。等守卫全军覆没后，他又通过控制化身和小白互放狠话。小白没有理会光头女的威胁，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的时间线，然后迅速毁掉实验装的坐标，让光头女找无可找。小白很开心，眼下只要再进行最后一步，就可以让自己所在的实验线免去浩劫，那就是去死。自杀也不是不行，但那样做有点可惜。如果死在别人手里，光头女或许会认为是督察找的杀手干的，这样督察就能在光头女那里拿个好人身份，以后背得起光头女来更加酸爽。找谁来杀自己呢？哥哥大壮肯定不行，他一定不忍心。小白灵机一动，把这个事情交给了阿坚，他可以躲在树林里给自己一枪爆头。于是小白走入和阿坚约定好的那片树林，倒数了10个数。主角小白就这样惨烈下线。很快，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小白接入了2100年的世界，只不过这一次坐在小白对面的是督察，他会帮这个小白恢复之前的记忆，然后抓紧时间指导黄龙。可能会有人看不明白小白怎么就死而复生了。接下来给大家盘一盘时间线。首先，我们把光头女所在的实验线定义为 A 实验线。这条实验线的阿坚没有在2028年因为救过而受伤，大壮反而牺牲了，而小白嫁给了汤米，还生了俩孩子。2039年开始了世界末日，到2042年的时候 ，A 小白去世，一直发展到2100年，形成了现代剧中未来世界三足鼎立的情况。研究所利用实验装技术干预了过去，让2028年的大壮阿坚植入了神经装置，从而导致阿坚受伤残疾。于是就诞生了主角小白所在的 B 实验线。这8集我们见到的都是 B 小白。现在 B 小白觉得这游戏玩不下去了，于是打算重启。他让阿坚杀死自己的同时，让督察帮忙把自己的意识传输到另一个平行世界，也就是 C 实验线。换句话说，B 小白虽然被阿坚爆头了，但是 C 小白觉醒了 B 小白的记忆，同时也拥有了他大脑中的宝贵数据。可能有人要问了，实验装不是掌管在光头女的手上吗？不管你逃到哪条实验线，光头女想要追杀小白不是轻而易举。按理说是这样没错，可如今小白把定位实验线坐标的表给毁了，那么光头女再想找到小白的肉身就费劲了。毕竟平行世界那么多，而且光头女不知道小白与督察结了盟，这样小白就能利用时间差抢占先机，打他个措手不及。第8集的最后还有一个彩蛋，胡子哥正准备带着胡嫂参加爸妈的家庭聚餐，可到地方后连老爹的面都没见着，只看到了家族里的3位长老，看着他们一个比一个严肃，胡子哥心想坏了，这哪是吃饭呀，这是要和自己算账啊！见状不对，胡嫂率先开溜，胡子哥只得唯唯诺诺上前跟长老们道歉加表忠心，说自己也许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但他的心是为了整个家族好。长老们被胡子哥的怂样逗笑了，他们知道胡子哥刺探研究所的情报是为了给家族带来更多利益，但这样容易打破盗窃组织、研究所和警方的平衡，说不定会惹来更大的麻烦。所以长老们警告胡子哥，是时候收手了。甭管之前下了多大的棋，现在都应该把这盘棋毁了，把涉及到的人全部铲除。如果胡子哥善后的不到位的话，那么胡子哥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会被盗窃组织认定为弃子，连根拔除。美剧《边缘世界》第1季的故事到这里便全部结束了。虽然水了大半季，但有一说一，这个结局还算是比较让人满意。
小白最终做出这个自杀了但又没完全自杀的决定。其实白妈在前面就有过暗示，当西叔在医院挟持白妈时，白妈得知西叔要是不杀白家兄妹，那么西叔的女儿就会保不住后，说了这么一句。白妈说看似是个死局，其实还有第3条路可走，但西叔肯定不会选，因为第3条路是让西叔自杀，这样就不会有无辜的孩子死掉。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白妈的发言过于大胆，西叔凭什么为了陌生人牺牲掉自己？但是看到结局，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白和白妈想到了一起，小白恰恰是通过自杀这条路，为自己赢得了反守为攻的机会。纵观一整季，边缘世界着实对得起高开低走4个大字。他和1899一个毛病，如果只留下前2集和最后2集，砍掉其他集数，几乎不会影响观感，甚至还会觉得节奏更好。边缘世界中间的支线开了很多，对剧情那是一点都没推动。小白看似在2个世界里忙来忙去，其实除了逞凶斗狠，啥进展也没有。3方势力加上小白，愣是搞到第7集才明白，数据存储到了小白大脑中的细菌里。关键别人不知道也就算了，连光头女都不知道就很离谱。那光头女吭哧吭哧追杀小白一整季，图啥呢？这不应该是查个监控就能推断明白的事吗？光头女看似很厉害，实际上啥也没做成。在2032年杀不了小白，在2100年找不到丽塔，人家丽塔都快建起自己的军队了，光头女还啥都不知道。当然在这一点上，胡子哥也没好到哪去。另外，剧里还有一些坑没有填。艾丽塔房间里的钟表为什么会和白爸去世后停住不走的表指针一样呢？而白妈房间里的装饰画为什么会成为破解艾丽塔谜语的关键线索？如果说艾丽塔暗自观察了白家很久，那么她为什么不知道大壮的号是小白代练的呢？这不自相矛盾了吗？又或者他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大壮，而是小白？如果会有第2季的话，那么2100年世界几方势力将会发生翻转，想要追杀小白的势力变得更多了。一个是不忘初心的光头女，一个是受到家族压力的胡子哥，还有一个新加入战场的艾丽塔。那么问题来了，和小白互通心意的小黑会选择站在老姐这边，还是站在小白这边？他和仇人胡子哥又会作何了断？而小白则会借助督察的势力保全自己，报复光头女。除了督察 ，C 实验线的小白在2100年的世界将会有2个帮手 ，B 实验线的大壮和阿坚。虽然 B 实验线里的小白死了，但 B 实验线里的小镇仍旧照常生活。如果东叔没被救回来的话，汤米是副警长，很有可能会接手警长的位置，而东叔的黑帮势力自然也会落在半黑化的小贾手上。这2位不知道会给白家带来帮助还是威胁。说了这么多，咱们既说了缺点，也说了一些看点。如果出了第2季的话，要不要解说，还是各位观众老爷说了算。大家弹幕告诉我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观众陪边边追了将近2个月的剧。边缘世界完结了，我要继续去填灵魂摆渡的坑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了个拜。